小伙伴，我最近在德国挖到了一个2026年最拉仇恨的神仙工作。先听听待遇，月薪实际含金量可以直接硬刚一个税前5500欧的德国中产，工时0小时，没听错，不用打卡，不会被裁，每天睡到自然醒。福利：慕尼黑市中心房租全包，暖气实报实销，全家医疗免费。 KPI 只有一个，活着。你以为我在瞎编？这职位叫 Bürgergeldempfänger， 俗称职业躺平师。今天我们来沉浸式体验一下，在2026年的德国，如果你把躺平当成事业来做，能从起早贪黑的纳税人身上薅到多少羊毛。首先，我们算算这份工作的底薪。假设你生活在全德国物价最贵的城市之一慕尼黑，有配偶，再带2娃，比如一个娃14岁，一个10岁。根据2026年最新标准，你本人每个月可以拿506欧，你的配偶也是506欧，大孩子471欧，小孩子390欧，一共是每月1873欧元。听到这儿，木村的打工人笑了，一家4口才1800块钱，这是要饿死个谁？这就是勤劳纳税人的认知盲区。这1873欧是完完全全的零花钱，因为你生活里真正烧钱的大头，国家早就替你买单了。在慕尼黑这寸土寸金的地方，租一套90平米的3居室得多少钱？回答我。普通人为了交这个房租，可能工资的一半直接没了，心在滴血。但作为躺平师，我们看看官方的卡地乌住房费用上限，只要房租冷租在1569欧元以内， Job Center 都会贴心的直接打给房东。这叫什么？这叫无感支付。你甚至连转账都不用操作，连心痛的权利都被剥夺了，太残忍了吧？再说暖气，现在普通人家开暖气都得抠抠搜搜的，生怕年底收到一张1000欧的 Nachzahlung， 对吧？但根据德国社会法典 Paragraph 22 SGB II 的规定，躺平师的暖气费原则上是在合理范围内实报实销。什么叫合理啊？在慕尼黑实际操作里，只要你不把家里搞成热带雨林，哪怕你一个月烧掉130到150欧元的暖气费， Job Center 通常都会认为是合理。普通打工人冬天在家为了省暖气费，档位永远调在2和3之间，必要时还得套一件羊毛衫，防止自己冻得瑟瑟发抖。而你在客厅里穿着短袖裤衩，吃着冰激凌，这就叫能量守恒定律，别人的热量转移到了你的身上。小结一下，现金1873欧元加房租1569欧元加暖气130欧元等于3572欧元。记住了，这3500多欧全是实打实的净值。这还没完，这工作还附带一套 VIP 黑卡权益。普通打工人看过工资单的都懂，每个月社保医保少说几百欧扣没了，在这里全免生病看牙，保险直接生效，保费政府代缴。这不仅仅是省钱，这是巨大的隐形收入。教育大礼包，这点是让中产家长最破防的。学校午餐免了，学习用品每学年发195欧现金，孩子成绩跟不上，申请Lernförderung学习辅导补助，政府出钱请补习老师，虽然有课时限制，但那是免费的啊！甚至兴趣班每月还有15欧元补贴，还有那个让人觉得莫名其妙的电视费 GEZ， 普通家庭每月强制交18块，而你填个表又免了。好，我们汇总一下，现金、房租、暖气加上这些杂七杂八的福利，这一家4口的生活总值大概在3700到3800欧元。这意味着什么？如果你是个慕尼黑的打工人爸爸，拿最优惠的3级税卡，想要在交完税、扣完社保后，手里还能剩下3800欧元养家，那你每月税前工资至少得到5500欧元。那税前5500欧元是个什么概念？这意味着你至少得是有硕士学位，熬了3-5年资历的项目经理，或者是天天改 bug 掉头发的程序员。你每天背着笔记本电脑挤地铁，在 Zoom 会议里假笑几个小时，有回不完的邮件，还得焦虑会不会被 AI 抢饭碗。你以为自己是这座城市的中流砥柱，但你从来没有想过，隔壁那个躺在沙发上整天刷 TikTok 的邻居，很可能单纯靠活着，购买力就能跟你打个平手。很多小伙伴看到这儿是不是心动了？是不是觉得德国人傻钱多速来？等一下，别忘了，命运所有的馈赠都在暗中标好的价格，
这份神仙工作背后藏着一套精心设计的贫困陷阱。先说存钱，从你开始领公民津贴满1年之后，系统会开始仔仔细细 check 你家有没有资产。家里每个人名下大约只能保留15000欧元左右的存款，一旦超过 Job Center 会觉得你现在不需要国家帮助了，公民津贴会暂停，等你真的没钱了再回来申请。再说车也算资产，想开稍微好一点的车，对不起，可能会被认定为可以变现的财产，要求你卖掉换生活费。这就意味着你永远失去了抗风险的能力，永远也别想跨越阶层。最惨的是，如果你哪天突然良心发现，想打个零工赚点钱，系统立刻开启惩罚模式，每月前100欧不会被拿去抵扣福利，算你的。但从100到520欧元这个段位，你每多赚100欧元，福利就少给你80欧元。你每往上爬一步，系统就把梯子锯断一截。政府给你的这3000多欧元是经过精密计算的，它就像一个金色的笼子，它刚好够你过得舒服，慢慢磨灭你的雄心壮志，但又绝对不够你从笼子里钻出去看一眼外面的世界。这就是德国的现实，最上面的人吃着资本和资产的红利，最下面的人被系统托底，只有中间那个相信勤劳致富的你在替所有人买单。我是小雨，下次见。